当前局势下，为什么北约联盟的一位将军正式宣布美军 F-35在俄罗斯 S-400面前无法隐身？美国的 F-35首次被击落，会是由其盟友完成的吗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，了解详情。对于土耳其军队而言，在土耳其获得 S-400防空导弹系统之前 ，F-35战机是隐身无法发现的。现在，这种局面彻底结束。土耳其武装部队将军内贾特·艾斯伦如此宣布：全世界几乎都知道俄罗斯制造的 S-400防空导弹有击落美国制造的 F-35、F-2隐身战机的能力，但是这个结果由土耳其人来宣布。原来土耳其也是 F-35隐身战机联合研发制造国家，但土耳其为了得到 S-400系统，不惜得罪美国，最终美国暴怒之下，以禁止出售 F-35的方式制裁土耳其。很显然，土耳其是赢家，因为他们用了能够击落 F-35隐身战机的武器。也或许是这场矛与盾的斗争中，土耳其窥得先机，才做出如此强硬的决定。从2019年获得首套 S-400防空系统之后，土耳其虽然经过多次测试，为什么在当前的局势下宣布如此信息？报道指出，土耳其是目前唯一被 F-35隐身战机直接威胁的北约国家。目前因为领土问题，土耳其同希腊剑拔弩张，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而美国此时正在加强希腊的军事力量，其中出售 F-35隐身战机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性事件。11月16号，媒体报道了希腊国防部长拉吉奥斯将军的声明，希腊计划购买多达24架 F-35战机，为了能够快速加入希腊空军部队，他们连二手的 F-35战机也要。这显示了希腊目前迫切的想要改善其空中军事力量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土耳其武装部队艾斯伦将军正式宣布了 S-400能够探测发现并击落 F-35的消息，在警告希腊的同时，也在向美国发出强烈警告，在武装希腊之前应该三思而行，美国人不应该无条件支持希腊。S-400防空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御武器之一，可以拦截400公里范围内飞行的所有目标，包括飞机、巡航导弹、无人机、弹道导弹等。而 F-35是美国联合10多个盟友国家制造的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隐身战机之一。迄今为止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制造了500架以上的 F-35隐身战机，其中发生了5起致命事故，3架战机在训练中坠毁，但是目前为止尚未有 F-35在战争中击落。分析指出，如果土耳其同希腊的局势进一步升级，可能出现的现象是，全球首架5代战机击落将发生在北约内部，美国制造的5代战机将会由自己的盟友使用俄罗斯防空武器击落。在土耳其购买了 S-400防空导弹之后，最为北约创始成员国的土耳其遭到了北约盟友的围攻。目前，美国在不断的为希腊输出包括 F-35战机的先进武器，法国向东地中海派遣了航空母舰，土耳其的安全威胁日益加重。自中国制造业开始转型时，外界便对中国制造业纷纷叫衰，称中国工厂也没了。结果多年过去，反而是外媒纷纷感慨，说好的巅峰期已过呢。据悉，自中国提出制造业转型升级并逐步实施，迄今为止，不少外媒叫衰中国制造业的巅峰期即将过去，接下来外企会慢慢撤资，世界工厂要没落了。结果转眼7、8年过去了，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网站算是看透了。报道称，以为中国已过了制造业巅峰，这种想法既挥之不去，又误导害人。中国制造业地位不可撼动，这是印度、越南等邻国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。对于日媒对于中国中高端产业发展，并称其在世界占比越来越高的结论，可能有不少人会怀疑，并认为我国中高端制造业不都是依赖进口原材料，核心技术都在外国。这部分人可能以电子产品制造为主，忽视了我国其他高端行业的发展，其中以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目标，其中核心技术的发展其主要内容之一，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，航天制造为例。近日，据官方报道，中国航天对月球的探索再迈一大步。嫦娥5号作为负责嫦娥3期工程采样返回任务的中国首颗地月采样往返探测器，将由中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长征5号承担发射任务，于10月24日凌晨择日发射升空。届时，嫦娥5号从进入月球开采到返回地球期间，2大技术难点：一次封装成功采集样本；二次封装如何返回。从嫦娥5号升空到开采再到返回，整个过程都由嫦娥5号卫星自主完成。这其中涉及的各类技术精细复杂程度不用多说，
至今为止，只有中美苏三国能够独立自主实施月球软着陆，不是开玩笑。航天技术可能会跟不少人认知中的以电子产品为主的观念不同。高端制造业中，电子产品虽然是人们日常生活出现频率最高的，但高端制造业远远不止电子产品。高端制造业还包括关键基础零部件和基础制造装备、重大智能制造装备、核电装备制造、卫星装备制造、互联网相关装备、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和轨道交通装备等等。细数上列，回顾中国制造业，谁能说我国制造业核心技术全部都是依赖进口，没有一步步的转型升级？最后，日媒通过2016年至2019年的数据，从本土到国外，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技术密集型产品，中国制造业出口都在全球不降反升，这让日本日经亚洲评论大叹制造巅峰期已过言论误导害人。中国制造业地位不可撼动，这次疫情更是体现了这个真理。中国制造稳固至今，不仅仅是产品质量，关键在于一个强大的国家、独立自主的政策方针、社会稳定、先进的教育技术、牢固的工业基础、人民齐心协力等等因素，让中国制造不是轻易制造。这是印度、越南等邻国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。各国都听信中国崩溃论，但它从未成真。最近关于美国五代机已经包围中国的话题，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看法，也算是各有各的意见。有人认为中国的歼20数量还是比较少的，中国需要研制类似 F-35战机一样的战机；也有人认为歼20就足够了，中国不需要这样的 F-35。今天咱们也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据了解，美国早前透露过 F-35战机的生产将会在2024年达到巅峰，每年产生将会达到180架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要知道，五代机为什么这么稀少？就算研制成功后，也很难达到高产，主要还是受限于生产技术。而美国 F-35竟然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产量，确实有些不可思议。话说回来，为什么说美国五代机已经包围了中国？和这个产量也是有很大关系。产出这么多，光靠美国自己能否吃得下？自然是要卖出去的。但是这是五代机，卖给谁就值得思考。鉴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想法，美国会出售给谁就一目了然。中国周边俄罗斯的对家之类的，而目前中国周边的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都买了数量不少的 F-35战机。再看最近和美国走得相当近的印度，而且一直都有传言说印度也会买 F-35战机。这样一来，中国可不就是被美国的五代机 F-35给包围了吗？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中国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？是加大生产歼20，还是研制类似 F-35的新战机呢？为什么 F-35可以产量这么高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价足够便宜，还能够保持五代机的优势。就像是我们买东西一样，都喜欢挑选性价比高的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造五代机的国家太少，开放出口的就更是只有 F-35一个独苗苗了。可以说，除开中俄，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想买 F-35的。不过 F-35的造价便宜，明显就牺牲了一部分五代机该有的优势。不然那为什么美国法律都规定 F-2禁止出口，而 F-35却可以大肆外卖？这自然也是一部分原因。那么对于我国来说，在歼20下再重新研制一款类似的战机，好处能够大于劣处吗？很显然不能。要知道 F-2单价在 2.6 亿，美国确实很难承受，而 F-35造价才8000万美元，这自然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差距。所以美国选择量产 F-35就是很正常的事。而中国歼20造一架只需要 1.1 亿美元，这比 F-2便宜了1倍多。虽然不比 F-35战斗机的8000万美元，却依然很值得考虑量产。像是在今年7月份就有消息说歼20已经开始进入量产，但是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量产的产量能够达到多少架。虽然不可能像 F-35可能会达到180架的高产，但毕竟才是第一年开始量产，在经过磨合之后，产量自然会增加。另外歼20如果对阵 F-35，那么自然歼20的胜率更大，但是相比 F-2最后的结果是不确定的。所以如果再降低要求建造新的五代机，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。毕竟降低要求后，实力就必然需要重新评估。所以利用歼20本身的优势来进行量产，难道不香吗？虽然不比 F-35更低，但是怎么着在实力上也捞回来了。再说了，2架 F-35能不能打过1架歼20，还是要好好说到的。印度米格21接受最后一次大修，交付单位正是臭名昭著的印度斯坦航公司。83架光辉形成战斗力线，能否实现不坠机？
据印度媒体报道，印度空军上周开始接收完成最后一次大修的米格21战斗机。印度空军主管哈比维斯·潘德元帅亲自接收了最后一架编号为 CU-2780的米格21战斗机，交付单位正是臭名昭著的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。潘德元帅表示，最后一次交付标志着印度的米格21替换工作的重要里程碑。米格21预计将服役至2021年末或2022年初，并将继续在后备部队服役。预计该飞机将被印度自己的轻型战斗机 LCA 光辉所取代，但该飞机的初期订货量可能非常有限。印度空军预计将另外订购83架更新的 Mk1A 构型的光辉改进型战斗机，但新构型的飞机还在测试研发中，尚未完成。米格21也被称为雨窝，可能是世界航空家最推崇的战斗机之一。该飞机在1955年首次飞行时是同类飞机中最为先进的，雨窝也是2代战斗机中生产数量最为庞大，各类原产和仿制型号在全球制造了约11500架。米格21曾经在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使用，印度是该飞机在国外的第一个主要客户。该交易对于确保当时的印苏关系至关重要。1961年，印度政府经过广泛的试验，选择了米格21。3年后的1964年，这架飞机成为第一架进入印度空军服役的超音速战斗机。印度空军称，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，印度空军的米格21击落了4架巴基斯坦的 F-104A。2架中国沈阳的歼六，1架 F-86佩刀和1架洛克希德 C-130大力神。由于印度空军常年维持了一支庞大的战斗机队伍，导致印度空军在战斗机换装时进度很慢，因此直到今日依旧有54架米格21战斗机在印度空军中服役。印度也尽可能委托俄罗斯升级了米格21。印度的米格21是少数能发射277中距空攻导弹的，但在对巴基斯坦的实战中并没有获得战果。由于航程较短，印度的米格21都部署在一线机场，导致其接敌速度甚至要快于诸如苏30 MK 一类的主力战机。而在去年，由于一架米格21在追击巴基斯坦空军枭龙战机时过于深入，被巴基斯坦空军的 F-16击落，印度空军未来的战斗机计划可谓一片迷茫，对外战斗机选型迟迟无法确定。而国产的 LCA 战斗机经过多年经营，才勉强达到3代战斗机的初始水平。印度空军也知道，凭借现在这个状态的 LCA 根本没可能在未来的战斗中取得先机，所以也是迅速开始了升级计划。但印度航空业的历来德行， Mk1A 构型的光辉战斗机恐怕又不知道多少年后才能服役。在这83架光辉形成战斗力前，米格21还要继续站岗，能否实现不坠机就是一个未知数了。但印度国内支持光辉和支持外购战斗机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，内购派自然以国货当自强为准，外购派则以追求先进性为主，而这样的争斗恐怕还会持续下去。